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所有选择都是坏的选择的时代，必须要去平衡你的需求跟平衡各种恶，你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活下去。好像真的很像那个吃播，就罗贯中带来介绍英伦香港美食。就我觉得 Hoco 的东西蛮好吃，然后也是我觉得可能就是香港人很多人来了英国嘛，我觉得大概有20万。然后，其实在这边去经商要去创业是蛮不容易的，就是文化的差异啊，制度的差异。在英国，你觉得被认出来的几率高吗？就是可能去一些香港人比较多的地方会啦，但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蛮就是尊重我的隐私，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有名的人，我是身份是蛮敏感的，所以蛮多朋友都蛮尊重。你在英国大概一天的生活会是长怎样？那就其实蛮视乎就是那时候有什么事情做，但有蛮多路径，就比如说要看新闻啊、听 podcast 啊、写东西啊，这些就蛮很长的。那有些时候就是要去演讲啊，要去活动啊，有一些会面啊，这些都是可能要看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决定的。baseball 你听起来好像蛮宅的感觉。我是一个宅男啊，我是蛮宅的，就是我蛮多喜欢做的事情，都是蛮可以自己一个做的。你最想念香港什么菜吗？还这里都吃得到？我觉得可能最想念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菜，只是就朋友一起出来吃饭的那种时间。就是在香港可以，因为香港很小嘛，然后大家即便是住在香港朋友角落，拿出来可能也只是1个小时的事情。那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在东南西北，但就是可以约出来吃个饭。但就是现在就很难了，即便是同样是在英国的朋友也是比较难。就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光是很令人怀念的。这是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这是我的英文书的新的版本。然后我之前出了一个21年出了一个旧的版本，然后这是新的版本，所以这还没有上市，这是一个先睹为快的机会，所以就谢谢你那么远过来，我们谢谢做访问。对啊。去年11月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变化，当然就是你二哥后来在网络上传出说跟你断绝关系，说他跟妈妈只想要在香港保持平静的生活。其实你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回应，就是这一连串的事件，你觉得想必给你非常大的压力或者是愧疚感吗？其实作为一个通缉犯，我在离开香港，香港政府就一直说我是一个通缉犯，但他一直都没有公布我违反了什么法律，或者是我违反了什么详情，就是行为的详情，那是真的在上1年才把我违反的东西写出来，然后就是非常勉强、非常无期的一种指控。然后之后就他滋扰了我的前同事、我的家人，然后我家人也被迫做一些反应。那对我来说，当然，就会有很大的愧疚感了。就是，我正在做一些我认为是公义跟正确的事情，但很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的负面的后果是要你身边的人去承担的。这当然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很痛苦的一个现实。然后我要想的事情就是，这两者当中能够有个平衡吗？我能够做一些事情去综合这种伤害吗？那我之后
很多的行为跟回应都是希望去做这样子的处理，所以就很多事情我未必能够回应，我回应也不一定是好事。要怎么去让这事情有更大的空间去往好的方向去处理，也是我必须要去自己去盘算跟计划的事情。所以有蛮多事情我不能讲太多，讲太多也可能对整个状况不一定是好事。我觉得一个糟糕的时代特征就是要你做很多很困难的选择，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所有选择都是坏的选择的时代，那你必须要去平衡你的需求跟平衡各种恶，你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活下去。就我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可能他们对我身边的人的滋扰可以少一点。我也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用一个正气凛然的态度去面对所有对我身边的人带来的伤害。我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这些全部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过去4年是持续的要重复又重复在做这些抉择了。就对我来说，我在青春无悔国书当中也写了我对于家人的一些愧疚，对于我在寻找一个安定跟寻找一个可以让我感到安全的空间的一个需求，而这种迷惘跟寻找在离开香港是变得更加的强烈的，它的冲突跟它的它对于我带来的各种困扰是变得比较强烈的，因为你已经离家更远了，你的根已经被拔得更齐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你要做更加困难、更加复杂的决定。如果我是一个历史人物，我就是一个在历史场合当中一个过渡的人物。就是什么意思？你不是那个枭雄？我不是那个最后可能就是这电影最后大屏幕登出来那个李涵主演的那个不是我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个小角色，但就是在历史某一些很重要的转折时期出来冲灿一下场面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没有那种我非要干一番大事不可的那种宏愿啦。你这样会不会让一些想要追随你的人听到会觉得有一点失望？他想说哇，罗贯聪一直带着我们往前冲。我看这个书里面也是一样，包含很多的民主前辈。他说哇，我看这个罗贯聪本来看到温温的，哇，结果一路上一直往前冲。这是我看到很多在序言的时候也看到的嘛。那可是你现在说，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一个过场的人物，这样会不会太可惜了？我觉得第一，这过场可能很久了。就是香港民主运动怎么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又是长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其他的领袖跟比较高调的人物出来？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谜团。第二就是，你累了是不是？我就一直觉得，就这不是一个你应该所谓追随某一个人的状态啊，就是我就觉得大家为了同一个信念去出发，那我干好我的 skill set， 我的经验跟我的
能力是适合某一个位置的，那我就做我觉得我有能力做的事情。那大家可能会有其他不一样的技能，那就做其他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不是一个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就会凋零的运动，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在各自在自己的位置跟岗位，想要以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运动的状态。随着香港政府对于跨境打压跟很高调的去抓捕或者通缉海外的活动人士，其实你可以看到香港人即便是在海外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越来越警惕的，就是越来越多人会重新戴上口罩，或者是很害怕被拍到照片，因为这些对于他们来说被点出他们的样子然后追踪到他们的个人资料，其实对于他们可能回到香港会是有一些安全上的风险的。所以我觉得当然今天是6·4的晚会，那整体而言气氛是比较凝重的，但的确对于就是香港政府的压力，其實也對於參與者會有一定程度嘅負擔。你身邊有冇去過維園嘅小朋友或者唔同嘅朋友，我希望你哋都繼續去同佢哋講呢啲故事，繼續令到佢哋知道喺嗰一年喺中國喺香港到底發生緊啲乜嘢事。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屠城責任，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多謝各位。